高达 Seed 中只有落后的自然人会为解禁核弹而高兴。不知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？当高达 Seed 中的黄毛拿到反中子干扰器，并派出了大量核弹攻击机以后，有一种终于上升到使用核武器的地步了吗？看来战争要结束了的感觉。结果呢，就是这海量的核弹，除了成功偷袭了一次奔驰要塞，其他的基本都直接打水漂了。然后狼爹就在客队的怂恿下，拿出了自己的大宝贝儿，给自然人小刀拿屁股开了开眼。其实这么说来啊 ，C 的正传中的核弹，除了一上来偷袭了尤尼乌斯7以及后来的奔驰要塞以外，好像还真没有其他战绩了。如果有的话，大家可以补充一下啊。这就给人一种只要防御得当，这玩意儿就没有啥杀伤力的感觉，反倒是其他超级兵器那真是嘎嘎乱杀，防都防不住。可是呢，那些超级兵器又是什么原理，如何运作的呢？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。接下来谈到内容呢，均来自官方设定集，而非口嗨或者脑补啊。先来说说大名鼎鼎的创世纪吧。其实创世纪早先不是战略武器，而是让人类远洋星海的工具。自打人类发现了那个长着翅膀的鲸鱼化石以后，对外太空的探索计划便提上了日程。其中呢，最主要执行方就是 Plant 这边。创世纪的前身就是为了给搭载了太阳帆的宇航器，如观星者里的观星者高达，提供送光服务而制造的。至于 Seed 中人类的太空探索计划，咱们以后出视频细讲啊，这里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。而这个送光的装置原本是通过反射镜将光层层聚拢，成为高能光束发射出去的原理来工作的。可是如果在反射镜的内部加入核爆作为额外的能量来源，就瞬间成为了战略级武器了。运作方式如下：首先将中子储匣中的核爆能转化为伽马射线激光，然后通过1次反射镜、2次反射镜将激光层层诱导，瞄准后发射，最终形成宇宙空间的核爆炸。此时所有的能量都将以放射线的形式存在，而这些关键的反射镜也不是单纯的光学反射镜，而是在反射时产生一种力场，将高能伽马射线定向反射的一种技术。为了能够利用核爆，创世纪也搭载了反中子干扰器，这些还只是创世纪攻击侧的配置。防守方面，它有海市蜃楼系统，可以在射击之前隐藏自己，让敌人猜不到自己下一步要攻击哪里。同时呢，创世纪全身也覆盖了非常厚实的 PS 装甲，并给予其足够的能量，使得洋电子炮这样的光束打上来都毫无效果。具体的 PS 装甲的原理呢，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。而至于创世纪的杀伤力，官方的描述是通过高穿透力的伽马射线进行热破坏，被命中的目标会瞬间化为灰烬，光束边缘的生命体也会被高辐射溶解爆裂。如果以100%的出力打到地表上，会使大气层过热膨胀，从而产生大范围的超音速冲击波。过热的大气反射的紫外线还会造成2次伤害，最终结果就是会直接导致地上近半数的生物瞬间死亡，加上引起的气象变化以及生态系统的变化等等，会让地表上80%的生命都灭绝，可以说是恐怖如斯啊。至于第2季的小号创世纪，虽然排量小了点，还取消了海市蜃楼系统，但杀伤力也依然不容小觑。Plant 的另一个大杀器就是奥丁神枪，大家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超强的 EMP 武器，对人体无害，专杀电子设备。引爆原理是通过 N 个点火器的激光群爆缩，极具破坏的压电元件生成 EMP。由于巴拿马是以生产为主的后方基地， EMP 防护等级不够，导致基地在 EMP 攻击下直接停摆。丛林后方的质量加速器也在强力 EMP 的影响下，由导体铸成的投射轨道激发出强力磁场，相互吸引、扭曲、坍塌。同时呢，基地配备的短剑也由于 EMP 防备不足，直接宕机。这次奥丁神枪作战的成功，也与联合在 EMP 防护问题上的松懈脱不了干系。闹了半天，你小子把太君给我的好处都吃了回扣了吧？而在 C 的第1季中，自然人除了用过核弹，还用过一种超级武器，名字很霸气，叫独眼巨人系统。但说白了呢，这其实就是一个大号微波炉。早年也不是用于军事，而是用于融化含有金属的冰川而发明的。由于体积巨大，不方便移动，因此只能当做自爆武器，用起来那是相当昭和的。当独眼巨人系统启动以后，收到指令的循环加速器会通过震动产生微波，使范围内的生物体验沸腾并爆炸，无机物也会受到热辐射而崩溃，整个基地周边半径10千米化为焦土。总的来说 ，C 的第1季中，除了核弹以外的超兵器，扎夫特是更倾向于进攻，而自然人这边呢，则是更倾向于防守。第2季则稍微有些改变，扎夫特这边的中子精跳器则是主要用于防守，它是通过引发范围内的中子加速运动，从而促使核武器提前引爆，来达到防御的效果。其实想一想啊，假如联合那边的武器都是用核能，这个东西拿来进攻也是相当不错的。联合这边的尼伯龙根则是由独眼巨人的被动防守变成了主动防守，
它的原理同样是镜面反射光束为主，只不过呢，它并不是通过镜面将光束聚拢，反而是将光束大范围折射，形成对空的大面积饱和式打击。这个武器可以说是相当针对扎夫特了，因为扎夫特的对地作战方式经常是以空降为主，而一旦掐断了空降兵的来路，地面的部队就可以被扎夫特的 Ace 割草了。最后要介绍的就是镇魂曲了，算得上是地球联合扬眉吐气之作，终于从防守方变成了攻击方。虽然要说的话，之前的核弹攻击一直都是攻击方，只不过是效果屌差罢了。这个东西原理很简单粗暴，就是一门巨大的光束炮，有几十个反应炉运转蓄能，形成拥有超高能量的光束射线。但还有一个说法啊，说光束炮用的还不是核引擎，因为怕扎夫特直接拿中子精跳器来搞破坏。也就是说啊，这粗到爆炸的光束炮是靠发电机黑科技打出来的，属实是逆天了啊！比起细思极恐的发电机黑科技，更直观的还是用于扭曲光束的中转站。它的原理与第一季中出现的近段高达相同，是幻象粒子胶体技术所衍生出来的能量偏移功能。它不但能让光束扭曲的同时呢，还不会让威力衰减。虽然通过多个中继站以后精度会下降，但可以通过持续照射加扫射的方式来扩大战果，摧毁了扎夫特多个卫星殖民地，称得上是联合最喜欢的一击。只不过呢，随后就被扎夫特缴获，并被以牙还牙了。NTR 既视感满满啊！好了，今天视频这么多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为啥不把高达的技术拿来造飞机坦克呢？这个问题啊问的人特别多，也确实切入角度很好。一般的人被问到了，可能还真的就直接行法国军礼了。不过 UP 我啊可不是一般人，我可是能把设定讲得跟真事儿似的口胡高手啊！就算口胡不过，我还有最终杀器。ガンダムのことそんな分かってなくていいですからね。今天接着我们来聊聊高达宇宙中的那些非 MS 兵器吧。首先一定要纠正大家的一个错误认知，那就是高达世界中的非 MS 武器好像非常弱，甚至现实世界中的武器啊都不如一样。其实高达宇宙中的常规兵器也是个顶个的逆天。就拿吉翁在一年战争初期使用的马杰拉坦克来说，确切的说是战车哈，这玩意儿底盘跟坦克很像，顶部却高高的立着一个炮台，炮台主炮口径175毫米。175毫米，炮塔还这么高，备弹30发，紧急时刻还可以将顶部突击炮分离，并进行短暂制空，实战中可以用来躲避火炮，或者利用高度优势来攻击对手，挺有创意的吧？不过缺点啊，就是分离后车底火力欠佳，一旦被击破，突击炮也没了落脚点，燃料耗尽后就只能当伏地魔了。联邦在一年战争初期用的是61式坦克，主武器为双连发155毫米滑膛炮，155毫米，它还双连发。虽然这些武器在 MS 主宰的战场上都是背景板的角色，可是在一些旁支系列作品中，他们还是当过主角的。总体战力来说啊，肯定是不如 MS， 但它突出一个便宜、量大，战斗力也没那么弱，多台坦克做好配合也是能击坠 MS 的。像 UC 宇宙中的王牌坦克手也是驾驶着61式坦克击坠过7台 MS， 实力绝对不容小觑。我们之所以很少看到这些常规武器的发挥，主要是大多数高达剧的主角就像游戏里的电竞高手一样，打的都是高端局，咱们看的呀也都是高端局。可如果你去低级房一看，站着不动被塔打死的都有。这里空一个游戏广告位啊，望厂商爸爸们周知哈。说完了常规武器的表现，再说说与 MS 技术相关的。首先最典型的自然就是核心战机了，咱就不说它的武装水平吧，就这个流畅的空中变形机构就已经很 fantasy 了。不过由于 UC 宇宙有迷失粒子的存在，使得雷达普遍失效，因此剧中的这些战斗机打起来啊，还是二战战斗机的狗斗思路，给人一种他们好像很弱的样子而已。其次，高达战争的主战场永远是太空，而在太空中呢，像是铁球、铁桶这样的武器已经霸占了非 MS 武器的生态位了，你把它们看作 UC 宇宙的飞机坦克也不是不可以。而在非主战场的情况下，杂兵们开着这些兵器打起来也是热血沸腾的，并不是没了 MS 这仗就没法打了，正相反，大多数时候战场反而就是由这些背景板组成的。另外呢，在高达世界中，由于 MS 是横空出世的一种产物，与同时代的其他兵器有着巨大的代差，因此高达剧中的开发逻辑是这样的，你就算把 MS 的装甲、火炮给了常规兵器，他们也提升不了太多，反而是少了机械臂、动作系统以及反应炉以后，战场效果还不如继续开发 MS 或研发其他新型作战武器。所以等于是直接军事设备来了一个集体大跳级，抛弃升级传统武器，而是直接造出了 MA。 是不是用这个思路一想，就瞬间豁然开朗了？大家心心念的把 MS 技术下放到常规兵器上的结果，就是剧中出现的这些 MA。 比如说坦克，既然 MS 是巨大的人形兵器，那把它看作步兵的话，打步兵最好的武器自然就是坦克或者战车，所以剧中那些陆上堡垒不就出现了吗？
它们按比例来说啊，就是高达们的坦克和战车。而你想要更高的火力、更高的飞行速度，就要塞下更大的炉子以及更非人的外观，那就是剧中常见的各种 BOSS 级 MA 了呀。说完 UC， 我们再拿与 UC 相似的 SID 来举例。宇宙战场的零式战机，用现在的眼光来看，可一点都不低端吧？这就是联合那边把传统武器一步步升级以后得到的划时代产物。只不过太难用，反而战场的综合表现还不如 MS 了。另外，知道为啥扎夫特要造巴库吗？就是因为在之前的战斗中，当金恩来到地球上时，被部分地区的王牌坦克部队给打成筛子了，所以才开发出了巴库这种陆战专用机体，才扭转了战局。所以总结来说啊，一个是高达宇宙的常规兵器本来就不弱，只不过在剧中的主战场上，由于高端 MS 数量太多，导致他们好像不堪一击一样。放到局部战场上，他们甚至是能靠数量和经验跨级杀 MS 的。另一个是高达宇宙的科技研发水平很逆天，所以他们直接造 MA， 而不是选择给旧时代的兵器打过多的补丁。括弧有的传统部队啥的啊，也是会打补丁的，但不会是针对 MS 战，而是其他作战任务。回括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这么多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有一说一，这武器啊是真帅，小翅膀这联动也挺有意思啊。当年高达 W 剧场版无尽的华尔兹一播出，几台时髦值爆表的主角机一登场，顿时就使观众对高达机车的审美迈入了一个新的篇章。尤其是飞翼和死神那对大翅膀啊，更是让无数人为之着迷。那么今天我也给大家来介绍一款同样拥有时髦大翅膀的模型 MG 托鲁基斯 F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 P， 新的一期奶奶工厂说开始就开始。说起来啊，当初这款模型的官图刚公布时啊，好多没看过 W 的朋友啊都纳闷，为啥托鲁基斯上面还安了一个掉毛的翅膀？然而实际上，如果按照败者荣光漫画里的设定，掉毛的翅膀其实从托鲁基斯 F 身上继承过来的，还是挺让人意外的吧？咱们先来看看这模型的外观啊，本体方面与原本托鲁基斯最大的区别啊，就是头冠从罗马风格换成了大公鸡风格，然后呢就是背包部分的差别了，原本的喷口背包变成了大翅膀背包，并且呢与大家想象的不同，托鲁基斯 F 的背包呢并不是完全复刻卡掉毛的翅膀的，无论是大翅膀上的分色结构，以及完全由分件组成的纹章，还是小翅膀下方设置的喷口，而非羽毛结构，都可以看出啊，万代至少还是为了这个背包开了一些新模具的。翅膀上的联动机构呢也肯定是有所保留的。顺带一提啊，小翅膀这个翅膀展开时呢，伴随喷口弹出的结构呢还是很不错的，算得上是不错的玩点。所以话又说回来啊，万代给你开这么多新模具，还特意设计了联动结构，价格要你个400出头不过分吧？你嫌贵，我万代还嫌开模贵嘞。咱们接着来看看模型的可动啊，头部有一定的抬头和转头角度，抬头的时候呢还能看到脖子啊有一部分的联动。值得一提的是呢，头部的侧摆角度啊居然还不错，肩部有一定的前摆幅度，曲肘呢可以达到折叠的程度，并且啊可以看到曲肘时肘关节外甲也有联动，手臂平台呢可以达到90度，腰部有一点点的侧摆以及前后摆的角度，前踢可以达到90度。侧踢呢角度就非常的小了，主要是由于啊侧裙甲与大腿根是相连的，在正常连接下呢是很难进行侧向可动的。后踢角度挺大，屈腿角度还算不错吧，并且屈腿时啊同样可以看到膝关节的外甲也会有所联动，脚腕的接地表现呢相当不错，胸部的驾驶舱展开呢也是非常的简单。翅膀方面，连接杆的设计啊跟卡掉毛类似，不过啊连接部分的关节呢做了一定的调整，不再像卡掉毛那样容易断件。肩部有一个小的展开结构，可以露出里边的连接口。配件方面有一个托鲁基斯标配的圆盾，内部呢有一对光束熏刀剑柄，同时呢圆盾内部也有一个小机械臂，是用来挂载长矛用的。咱们再来看看这根长矛啊，分色全部由分件来完成，有一种特别简洁又特别别致的感觉。另外呢，就是托鲁基斯标配的主武器多福枪了，这个小机构设计的也是非常有意思啊，好像真的有一种开炮以后缓冲后坐力的感觉。最后呢，就是这把长矛了，同样呢也是由分件来完成的分色。将所有武器挂载到本体上以后呢，就有一种罗马战士带着榴弹炮扇着大翅膀奔赴战场的感觉。一旦你接受这个设定啊，还真挺带感的。造型手方面呢，708岁的各种握持手型吧，反正都很容易拿不稳就是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这款 MG 托鲁基斯 F 的介绍了。抛开价格不谈啊，我觉得还是一款可玩度不错，整体观感也是上佳的机体了。只可惜啊，一旦价格来到400这个价位，对于不少人来说啊，这是有点小贵了。不知各位愿不愿意掏这个腰包呢？你知道为什么摁不进去吗？因为啊，如果说这个模型是一个大班的模型，那个牌子的大班，你摁不进去很正常。你要怀疑是不是这个板件没有弄好，他们的没有做好。
但是这是一个万代的模型，就是没有能换就行了。对，这是个万代的模型。如果你发现对万代的模型摁不进去，那就是你装错了。我们看看你哪儿装错了。不反吧？来，你看啊，我先把它拆开好吗？好的，拆开了，但是虽然有点紧啊。是有点紧哈。你看万代，就算你按错都这么紧。你发现没有？这个脚底板的小揪揪你没有剪干净，所以它就安装不到另一个小脚底板里面去。你要把所有的小揪揪都给剪干净。这个东西叫水口，记住了吗？这个东西叫什么？再打点声。水口。啪，给剪了，对不对？可是那个小肉我夹不住呀。哦，夹不住了是吗？就是那个小的我一加上了，我把那个剪下来，可是我刚剪完那个就下不去了，所以我就刚剪个大的。哦，明白了。那你可以我教你一招，这个就叫二刀流。剪好了吗？我看看。哎呦，这水口剪的还可以嘛，还挺规整的。你看你现在检查水口还比较累，是不是要一点摸着检查？以后你想不想当警察？对，以后你可以当水口警察，就是800里开外就能看见这儿有一个水口，你都不用摸就知道它是个水口，这个叫水口警察，好吗？想不想当？这才钳子让你用成了起子。对的。哎呦，可以，这个剪得不错。嘿，还挺老练，还敲一下锅。继续。哎呀，厉害。哎呦喂，你这真是不把这钳子当物件儿，你真是。对的。还对的。这个小水口，我想把整个接完了。手离远点。轻点。我还没买备用钳子呢，我现在手里就这一个了，你别给我弄坏了。轻点。来，我给你弄下来。弄下来一个。好吧。轻点的你，我的工具你轻点儿。哎呀我。哎呦。还有两个。你还做上瘾了呀？哈哈，我知道这标题味有点冲啊。视频上来啊，先把缺点发一发，让大家乐呵乐呵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标题里边提到的 RG 造型要比卡 Z 好看，也确实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。卡 Z 这模型怎么说呢？确实结构上有新颖的地方，但那说还原动画又不怎么还原动画的外观，说卡又不卡的设计风格，依然没有被忘却的 C 扣，以及 MA 形态时过小的机翼造型，都让这款大家期待已久的新规 Z 高达难以满足很多胶佬的胃口。二级市场一跌再跌的价格，也充分佐证了这款模型的市场反馈是有多差。而就在卡 Z 发售完没多久，万代就出了这款 RG 特别配色的 Z 高达。尽管啊，我以前做过 RG Z 高达的视频，也被他折磨的半死不活的，但我看到官图那一刹那啊，我愣是一个没忍住，又下单了。这配色加上原本 RG Z 高达那适度魔改的外观，真的太戳我了。不过到手之后啊，就又后悔了，因为它的迷彩贴纸居然是胶贴，迷彩胶贴呀，杀了我吧！淘宝搜了半天，也就搜到这么个水贴，跟原本的迷彩颜色有严重的色差不说，这玩意儿还要自己裁边儿，太要命了！这东西梦回20年前的劣质水贴呀，这迷彩水贴糟心也就算了，关键是我仔细一看，按照官图摆的，我还要再买一套 Z 高达原本的水贴。先不说买俩水贴劳民伤财吧，就这工作量啊，我想想有点顶不住啊。而且贴俩水贴也就算了，而这 Z 本体很多水贴还都是白色的，贴在深色的位置的，而这个特别配色的 Z 啊，很多原本深色的外甲都变成白色的了，折磨呀！果不其然啊，2套水贴贴下来，直接干了我得有5个小时吧。
但最终的效果啊，我还是非常的满意的。迷彩的色差呢，也不是不能接受吧，毕竟 RGZ 身上有这么多的色差分色和细节刻线，这点迷彩的色差倒也还算自然。补色方面呢，主要是胳膊上的动力管以及膝盖后方的动力管，可以看喜好涂个色。还有呢，就是一些凹槽的部位需要适当的补一下色，基本啊也没啥大面积需要补色的地方。那么接下来啊，就该聊聊这款模型的可动。这早年的 RG 吧，要说的话啊，都可以归为超可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超级爱乱动，再加上这个设计极其奇葩的胯关节，动起来真的是感觉哪都不对劲。再加上这个小细桩和小卡扣，真的是特别怕不小心就给它弄断了，把玩体验可以说是非常的糟糕了。哦，我看到弹幕有人在问了啊，那么哪里有做工又精细、把玩体验又极佳的模型呢？来看这个啊，春水堂的等身手办。身上诸多部位啊，可以自由替换部件，组成你喜欢的角色。只要你服化到位，无论什么样的二次元角色，都仿佛能从屏幕中走出来一样，与你亲密交流。再看看做工，睫毛是一根一根直上去的，匠人精神爆表，肌肤细腻柔嫩，吹弹可破，就连手上的血管都隐隐的埋藏在皮肤之下，清晰可见。大家最关心的支架接口啊，也有保留，这一点大家放心啊。再瞅瞅可动，食指全可动手，可自由调节角度的眼睛。再加上内置不锈钢骨架，以及多达43个瑜伽关节，论手感、论关节把持力度、论整体可动幅度，都是超一流的水准，可以摆出丰富的 pose， 满足你的各种需求。再查查材质，铂金硅胶材质，主打的就是一个关节灵活、亲肤手感，摸起来突出一个逼真二字。最后来看看价格，由于春水堂铂金硅胶等身手办是自研自产自销的，没有乱七八糟的中间商赚差价，外面要卖到上万的等身手办，这边最低2999就可以带回家。这个价格，这个用料，这个设计，买到就是赚到，用过了都说好，快冲吧！咱们接着来看模型啊，基本的可动其实单看的话啊，都还挺好的，除了低头角度不太好，其他部位可动表现可以说得上是中上等的表现，甚至作为 RG 也有还原驾驶舱以及在不同形态下驾驶舱的朝向，可以说是很细致了。但等你真的去掰一掰摆造型的时候，就会发现这玩意儿动起来啊，真的是让人难受啊，很多关节松松垮垮，保持力度极差，还有的地方部件干涉严重，怎么摆姿势都感觉差了那么点味道。加上腰部不能前后摆，旋转角度也很小，导致很多的经典 pose 啊都很难摆好。大腿根是钉在后屁股上，这一点啊就已经够难受的了，动起来像拉了大胯一样。这前裙甲、侧裙甲关节还设计的那么精致，真的是生怕玩家玩不断呀。再看看配件，标配一个光束步枪，一个盾牌，裙甲里边一对光束军刀，可用于光束军刀和光束枪的长短各2个的特效件，以及带着哈罗一起成为冰人的卡缪，还有一些握枪、掌形以及握拳的造型手。最后呢，再来看看变形，说真的啊，是真的不想变呀。这 RG 的变形用一个字来形容，那就是提心吊胆。拼装的时候那一堆小细件还历历在目，要不是做视频，我是真的不想碰啊。更可怕的是，变成 MA 后啊，我还要变回去，想想就已经头皮发麻了。看到这儿的朋友们就帮我3连回个血吧。好，下面我要开始变形了啊。由于之前做过 RGZ 的视频，所以变形步骤啊也相对是轻车熟路了。一上来第一步啊就是先把翅膀拆下来，然后就是经典的收天线、开胸甲，脖子乱摁会后悔，提后臀，解锁胯，小心翼翼掰开腿，塞进手，收起脚，经典小腿压大腿，盾一装，翅一展，2翼盖住缩脖鬼，调尾翼，枪插上，起落架装完真叫美，嘿，真叫美。当然了，说起来简单，就算是第2次变形啊，我也是变了得有20-30分钟吧，主打一个小心翼翼。还好变形过程中呢，没有出现断件的情况，顶多啊翅膀连接件有点白痕。最后变成人形的时候断了一根天线这种事儿啊，我是肯定不会告诉你们的。而这 Z 的 MA 形态，我觉得对比卡 Z 真的是好太多太多了。卡 Z 那小翅膀看的真是太抽象了，我是真的欣赏不来呀。再加上这款 RGZ 迷彩的设计啊，也是挺好的。从下边看呢，一体效果相当不错。好了，以上就是这款 RG 限定配色 Z 高达的简介了。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啊，我觉得只要有一定的贴水贴的技巧，且就是买回来战尸的话，这款 RGZ 啊还真是当下最合适的选择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考虑入一个哦。